今天呢，将为大家介绍梅花谱最后一个非常精彩的变化，也叫猎手炮。在猎手炮啊，它是和前面的有所不同的。猎手炮主要是双方各攻一役，而且它都是杀招非常的多。好，我们直接走到开局，红方炮2平5呢，前面呢讲过黑方是炮8平5，顺炮开局。此时黑方也炮2平5，这里就和你反方向。那红方马2进3，黑方也马2进3，形成子力一样。那接下来红方在马8进9，黑方也马8进9，子力出动的相对而言比较对称。红车1平2抓炮，黑车9平8保炮，红直接车2进4进行巡河。那么此时黑方也走模仿棋，车1平2也同样抓炮，黑车9平8守住，他也这样走。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相信棋友们一眼就能够看出双方除了方向不同以外，子力阵型的站位都是一模一样。那很明显，红方是采取先行之力，它稍微有点优势。那么接下来直接兵9进1。其实如果说红方不走兵9进1的话，接下来黑方也要走兵9进1，卒9进1。那主要目的接下来就有马9进8的话，这里上马打车，显得这个车在这里不太合适。那此时黑方就直接先行先把这个车走开，直接走一个车2平6。因为如果不走的话，这个上马之后呢，这个车显得这里同样是要走到这个位置的。那这样一走完之后呢，黑方依然是马9进8。那走到这里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黑方这个车离开之后呢，显得黑方的右翼比较空虚，就是他这个3路马在这里起了一个防守的作用。将来如果说红方主要的进攻思路就拔掉他这个3路马之后呢，显得这一块稍微比较空虚，容易进攻。那很明显上马是要踩卒的，黑方不愿意，直接选择卒3进1。那么此时走到这里呢，红方也兵7进1，目的很简单，就想跟你对掉这个兵卒，也是希望黑方能够直接进卒吃掉。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黑方是不方便吃的。如果说直接吃到的话，红方平车杀过来，同时接下来还有炮5平7的话，这样的话走过来集结重火力，5个大子全部攻击你空虚的右翼那很明显招架不住。好，那么黑方怎么办呢？就直接选择了炮8平7，选择跟你对这个蜗车。因为你这个兵是仗着这个车的优势所以说你才敢这直接进兵。那我这里直接跟你对车的话，如果说你直接对的话，那很明显的黑方这个车只走动了一步，而且是一个蜗车，并没有出来，显得对完之后呢，黑方这个6路车在这个巡河一带非常有优势。那肯定红方不对直接避让开。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接下来黑方是直接车8进8卡住象腰。目的很简单，刚才这个平炮是一招两用，既对车，同时瞄准3路线，将来有进炮打兵打底象，你这个底象还目前来说无处可飞。那红方直接既避让同时进攻，直接调转枪头，炮5平7，就瞄准你的3路线，你瞄准我的，我瞄准你的，双方各攻一役。那走到这里之后呢，那么接下来黑方他这里选择目前来说这块不好动，2个车的位置目前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攻势，他选择启动后方的力量，卒9进1，想把这个马先运送上来。那接下来红方就直接上炮打掉卒。那这里打完卒之后呢，很明显要打底象这个马的话也不好走开，这个马好像也无处可去，只好选择飞象，既逃开同时还飞着炮。那按照我们常规思维的话，这里吃炮的话，朋友们可以想一下，我们这个炮该如何处理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呢？好，大家可以暂停一下思考一下。那这里我们就话不多说，常规思维炮7进1，先压一步马，同时逃一步。但是古朴在这里直接弃炮，直接马8进7，那就看黑方敢不敢吃呢？这里黑方是有3个变化。第一个是直接象1进3吃炮，第二个呢是不吃炮，马9进8，第3个顽强的变化是士6进5，提前进行防守。那么今天我们先为大家讲解第一个非常精彩的变化，就是直接飞象吃炮。好，那这里吃完炮之后呢，红方并不是进兵吃象，因为你这里一进兵吃象，他反而杀过来威胁你的7路马，就直接进炮1将军。这里刚才弃马的话，就是有非常精妙的杀招手段的。那这里进炮1将军呢，显然是把你这个象是调虎离山的，这个象飞不回去了。那黑方又有2种手段，
第一，回马直接踩掉；第二呢是士4进5先防一手。首先我们讲它是不能进将的，进将的话这个车啊一点就绝杀了。好，我们先看它最为精彩的回马踩炮，踩完之后呢，那可能呢初学朋友啊认为啊这是进车啊吃马这样一个交换，但是相对而言，这样的话就延缓了进攻速度。那红方直接手起刀落，弃车砍底士啊一将军。那这步棋啊肯定是啊相信水平高的朋友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这里将军呢，你又有两种方式，如果说进将的话，将5进1的话，这个啊八路车啊大军杀到。接下来一点的话，你即便是回马的话，那这里有这个马在这，依然平车砍了绝杀。那怎么办呢？无可奈何，只好吃掉。那么吃完之后呢，就直接再次八路车，依然是大军压境，进车一将，绝杀无解。那这里啊，同时运用了几个非常巧妙的招法。第一啊是炮线巷口，调虎离山，把这个象啊调开。第二啊，再次运用了进车啊砍底士啊引蛇出洞。那正好把这个侧面虎的这个马呀运用的非常的极致，这样的话车马冷招就形成一个非常精彩的侧面虎杀法。棋友们也要把这个必杀技啊掌握的牢牢的。显然呢，回马吃炮的话，立刻招来绝杀之势，那只好选择士4进5先防一手啊。那走到这里啊，红方直接分边炮。那么接下来只要进车啊双车夺底士啊，就是非常巧妙的双车错绝杀。那怎么办呢？仅此士5进4，先防一手。你这里是不好平炮的，如果说平炮的话，进车将的话，那这里同样有双车错杀法。同时啊，称士啊也是为老将啊将5进1啊多留一条逃生道路。那走到这里之后，红方先运用一个非常巧妙的顿挫手法，进车一将，黑方起来再退车一将，好下去。好，这里要为初级棋友们介绍清楚。车原本呢，在我们八路通过2步顿挫的话，我方的子力到达前方阵营，然而对方的子力啊目前未动，同时依然是我们红方行棋，这是非常巧妙的一个顿挫，相当于抢了3步棋。好，那么接下来红方走的话，红方这里直接选择了进兵吃象。那这里进兵一吃象的话，那么黑方直接平车杀过来。因为这里啊，黑方如果不吃的话也不太合适，因为红方啊双车马炮4个大子啊已经兵临城下，反而在他空虚的右翼啊没有什么子力防守。那这里吃完之后呢，接下来也有吃马的手段。其实红方之所以弃兵吃象的话，目的啊就是为这个马呀留出一个道路，为马开道。那直接上马，接下来呀跳马呀就准备啊将军。那此时啊，黑方目前来说也没什么好的策略。这里既有进车啊，接下来3子组合杀法，他只好选择了直接退车回来，形成霸王车。将来呀，势必啊，第一你抽不到车，第二他还可以双车联防跟你进行对车，同时也不让你我们这个6路车啊参与战斗。那走到这里之后呢，我们直接上马一将军，老将起不来，只能呢退马回防，仅此一步。那接下来再来一个车8平6，接下来依然有进车啊吃马。那此时我们可以看啊，这里是不能退士的，不管是退士还是进士都不行。那么我们也给棋友们演示一下，如果说你这里称士啊，回马将军只能呢把马跳开，那接下来直接进车，这里又形成了车马炮啊钓鱼马的组合杀法。好，我们返回来。那它最为好的解杀方式怎么办呢？比较顽强的就是直接，刚这个马在这里，比较顽强的就是直接炮5平6，先避让。那这里红方啊直接进车吃马，这里一将军，黑方只能呢将5进1，再来打一将，退车，利用马给车生根，黑方老将只能起到3路来。好，走到这里之后啊，依然这里还有啊炮9退2，再次将军。那这里你是没办法退士了，退士的话直接进车双车绝杀，仅此啊车3退2进行拦截，那正好在马腿上面回马踩掉。好，走到这里啊，基本上已经是无力回天了，你是没有办法阻挡我们接下来直接有马7退6双将绝杀。那古朴啊在这里还进行多走了一步，实则也是多余的。红方直接回马的话，马炮双将，
老将动不了，就形成了一个绝杀。好，今天为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侧面虎杀法，同时车马炮三子组合也是我们想成为一个高手的必备技能。好，相信棋友们一定要掌握这个非常好的精彩策略。你在下象棋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因为出子比较慢，而且用马不太熟练，往往容易导致输棋呢？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3个用马技巧以及出子速度比较快的精彩招法。好，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红黑双方依然是顺炮上马开局，此时红方车1进1，黑方车9平8。它出横车的好处车1平6以及平4占据内道线。我们首先看它车1平6的好处，这里一走显然要进车卡住对方的下2线，同时有平车。吃马吃炮，此时黑方选择了一个士4进5，他心想大家都是当头炮，先补后中路防止中炮发出的话抢到先手，但是往往不是这里这一步棋恰恰给对方露出了破绽。首先我们看将门直接暴露在红方车口，同时这个老将原本有一条逃生道路的话，现在一条逃生道路都没有了。此时红方抓住弱点进车卡住，接下来暗藏有平车吃炮吃马，黑方仅此马2进1提前避让。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红方再次兵7进1，目的马8进7活通马路。如果说红方走其他子力，黑方有卒3进1，反而挺足制马。此时黑方进车过河，准备吃兵压马，红方抢先马8进7。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相信棋友们感觉黑方出子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如果说平车吃兵压马也是可以，但是显得他右方子力没有出动。首先我们看他能不能炮2平3以及炮2平4，这样平炮的话准备亮车。但是他这个炮不管是平3还是平4，红方都有马7进8，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外马封车。同时红方的车卡住下2线，使得黑方这个车出不来，半边的车马炮3子形成一个瘫痪，出不了子。所以说在这里红方上马之后呢，黑方选择平车吃兵压马，也是看红方怎么表态。势必红方选择马7进6，这里主要是借炮看马，同时这个马就往前输送，这也是黑方理想的状态。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来了一个炮2平4。照我们前面讲的走法是防止红方马6进4的话，前踩马后踩车，同时还有换中炮这样一个先手。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走呢？难道卒7进1先不走吗？其实在这里黑方他也有他的想法，他想如果说你跳马的话，我能够平车退车抓，这样的话平炮准备亮车的实则是一招3用。首先我们可以看缩小红方车的活动范围，接下来有平车出车抓炮抢夺先手，同时马跳到这里切断车和马的联系，它还有退车抓马，使得我们这个马不好往前跳。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将计就计，依然是马6进4，后踩车前踩马后炮。此时黑方又有2个变化，第一是车7平6抓马，第二是车7退2抓马。今天我们先看车7平6抓马。那这里抓马红方该怎么办呢？显然这个马看起来好像有马4进2以及马4进3，还有马4进5。如果说走马4进2的话，感觉能够跳马卧槽来一个偷袭，但是黑方内道有车，同时你这个单枪匹马的话在侧面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如果说换马的话，那显然这里1步2步3步，包括这个冲兵为了活通马路5步棋就消失殆尽。这样的话显然红方不占优，它比较好的就是以马换炮，采取中路撕开一道口子，既把黑方的中炮拔掉，同时还有后续的手段。那这里黑方经过前面的演变，它又有2个走法，第一个是直接象7进5吃掉马，第二个你这个马始终是个死马，我先不吃，车1平2抓炮，借助抓炮的先手，然后出子。首先我们看它飞象吃马的变化，
那好，这里一吃的话，红方采取先前的先弃后取这样的一个进攻手段，进炮打中象，这一步棋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明。这也是刚才弃马换炮的目的。那打中象怎么办呢？炮不能走开呀，显然这里象的话又没办法保。象如果飞开的话，平炮打马；如果是退马的话，依然有打象，还有进炮打中卒。所以说黑方选择的稳固阵型，退车守住中象。那他这一步棋一走完之后呢，中卒红方就直接炮平四打掉中卒。显然呢，黑方在这里车马炮象4个子卡的动不了。那他怎么办呢？接下来唯独有卒七进一以及车一平2出车。首先我们看他直接出车吧，这里显得抓炮抢夺先手。但是红方也出车，车9平8先守住，黑方迫于无奈，卒七进一想活通马路。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可以给棋友们提个疑问：如果换做你的话，是不是要防止黑方卒七进一，然后象七进5或者象3进5呢？这样走的话，感觉没有太大的毛病，因为首先呢，我们这里子力把黑方的子力给控制住了。但是你如果飞象的话，显得贻误战机，那么此时马3进4就显得格外的显眼了。策马奔腾，黑方敢不敢进车吃马呢？这也是设计一个巧妙的诱饵。此时我们可以演变一下，如果说进车吃马，中象失守，重炮绝杀无解，显然不行。那这里还有第二个眼光招，进车吃炮。吃完炮之后呢，减轻中象的威胁，再次进车吃马的话，一车换2。吃完之后呢，马还踩着炮，显得抢夺先手。那么最为顽强的是马7进6。首先我们看他进车吃炮的话，这里采取一车换2。好，那么这里走完之后呢，红方进车吃掉，黑方进车吃马。此时黑方虽然说很高兴呢，丢掉一车换2，显然不亏。接下来还有马踩中炮，那这里黑方准备踩炮，红方怎么走呢？是感觉好像还有退车吃炮这里实则退车或者平车吃炮都不划算。那么我们稍微演变一下，如果说你这里平车吃炮的话，黑方上马踩掉，此时这里要是吃着车感觉好像能够平车吃马，但是黑方可以退车守马，暂时先守住。但是这里也是黑方设计的一个巧妙的小小的诱饵。可能棋友们会认为黑方现在双车马，红方有双车有非常强大的攻势。但是棋友们有没有发现呢？在这里有一个困兽之斗。黑方退车守马的话，显然红方2个车它是动不了。我们如果说走内道车的话，车一走开的象飞车吃这个车。如果说你把这个中车走开的话，不管是你走到哪里，它这个马踩车，这样的话显得红方2个双车在这里被困住了。虽然说你暂时还有进兵，但是稍微延缓了2个脚步。虽然说局面是一样，但是你2个车被困始终不太合适。好，这是前面一个小小的吃子技巧。稍微红方不注意平车吃炮，就很容易受入一个困境。这也是黑方的一个巧妙如意算盘，利用上马吃炮以及马和象互保互守的这样一个情况，困住黑方的双车，暂解燃眉之急。棋友们可以跟着一起思考一下，或者暂停手机屏幕。假如你现在是红方的话，是面临着黑方上马踩炮，该如何抉择呢？这里是退炮呢，还是怎么办呢？我们直接为大家走出来。古朴选择既不逃炮，同时也不吃子，而是选择了一个车8平7。接下来要吃象，这也是黑方千算万算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么一招凶狠的棋。那黑方也没有办法子力不好开展，也仅此上马吃掉。此时红方进去吃象一将军，黑方退士，再次进去吃士，再次一将军，仅此将进一。好，再搂底一将，此时不能将5平6抽车将5平4。那么走到这里之后，退车吃象，接下来还要吃黑马。
黑马仅此往上跳。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只需要一步棋啊，黑方就果断投降了。平车吃马，这里看起来好像有退车捉双啊，实则他可以采取弃马的话称势。所以说在这里啊，平车吃马的话，既能抢夺先手，同时还有退车这里一将军的话，黑方仅此退将，平车吃炮。这样的话，红方双车，黑方缺势，立刻迅速会被绝杀。这是前面的黑方进车吃炮，选择一车换二的变化。那么它还有第三个比较顽强的变化，就是直接上马。马七进六，这步棋啊是以马挡马。那显然红方这个马跳不上来的话，可以选择马四进六，这一步棋啊就非常的厉害了。如果说红方接下来再走一步棋的话，暗藏有直接上马采车。这里采车的话，一旦走到马六进七的话，采车是小事啊，中路有炮，这里进车啊就是个杀棋。那黑方也迫于无奈，想了一个妙计，选择弃车换炮，马六进四就往上跳。他的想法一方面，如果说当红方直接上马，马六进七的话，他回马踩着炮，大不了你上马吃他个车，他拔掉你的中炮，也显得战绩燃眉之急。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棋友们可以跟着一起思考一下，该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你知红方如何才能有效攻杀呢？这里实则只需要两步棋，黑方就只能缴械投降了。大家可以暂停手机屏幕，跟着一起思考一下。好，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走出来，红方直接平炮打中象。这里将军呢重炮有绝杀呀，士又撑不开，怎么办呢？仅此啊平车吃炮，这里还来不及吃车。黑方可以虽说啊他忍住不吃车的诱惑，但是得解杀呀。那么这里走完之后呢，红方第二招棋又是非常珍贵的一招。感觉好像能够上马采车啊，但是实则这样一走的话，反而不太合适。我们看，如果说上马采车的话，黑方回马踩炮，当你跳马将军想绝杀的时候，他还可以回马挡住。显然呢，接下来你再次对车啊，看起来好像也是可以，但是稍微贻误战机。那我们摆回来。那这里两步棋正确的走法该如何走呢？这里还面临着吃炮啊。这里有杀先看杀，马六进四，直奔卧槽，将军绝杀无解。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相信棋友们也看出来刚才跳马吃车以及马六进四先奔杀而来的两个不同的变化。那么此时黑方也没有办法呀，这个车又走不开，仅此退车吃炮。上马绝杀无解，由此可见呢，用马技巧非常的巧妙独到，稍微不注意就会把优势转为劣势。这里正好利用了黑方这个马跟不住红方的脚步，反而红方快马加鞭，快人一步。如果说贪吃车的话，容易被他这个马跟住，同时用马的话，一个弱点就是容易挡住马腿，这样的话显得红马劳而无功。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精彩杀法以及运马的技巧非常精彩呢？如果说觉得不错，欢迎为小刀点个赞留言，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棋友，今天是龟背炮第6局，今天这局我们首先是对前面第3局做一个后续的内容拓展，同时昨天第5局大家觉得非常的精彩，尤其是最后攻杀阶段，但是这里也有稍微小小的一个疑问，我们在最后也为大家做一个充分的解释说明。我们先为大家演绎第3局的拓展内容，我们就直接快速走到分界点。红方上马，黑方起横车，红方车1平2。新来的棋友建议从第1局开始看，如果说有一定的基础的话，可以把第3局、第4局、第5局结合一起观看。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选择退炮，红方跳边马。此时炮8平3，瞄准七路兵。红方平炮松开马腿，同时也是一个反牵制。黑方上象补后中路，红方进兵，
活通马路。这里我就不做过多的解释，直接为大家剖析到重点地方。黑方平车过来，红方出车抓炮，黑方进车保炮，形成了龟背炮最好的基本模式。下一步棋暗藏平炮，把红方车打回老家，势必车8进4巡河。那么走到这里就是关键点了。前面我们提到过，黑方选择进卒，接下来就要扔出一个小飞刀。那么这里可能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我平时下棋的话都是车8平4。我们在第3局提到，这里稍微这样走的话，从棋理上面分析，黑方是双炮双车，长兵器，火力集结，能够快速抵达底线，采取进攻。那当然大家会想啊，你这里有进攻，火力集结，难道我这个2路车以及4路车也是非常的通畅，包括中路有炮的话，对你来说我也是采取有样学样，火力集结呀。那我这里中路以及侧翼啊，还跟你稍微有优势一点，那真实是这样情况吗？我们就往下继续演变。黑方上马，那么红方在这里选择了一个称势，当然也有士4进5的话，如果说这样走的话，这里采取从3路突破，势必红方有点招架不住，同时还有进车卡住象腰。那么我们就按棋谱这样走法来往下发展。黑方进车，这步棋啊，进车到兵临线，看起来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实是为黑方马3进4腾挪让位。那么此时红方选择兵9进1，也是活通9路马。黑方上马踩车，红方选择退车。这里退车到攻顶线也是采取一个最佳的防守策略。那么好了，现在红方就挑起战端，果断开始下手，进炮打掉7路兵。打完之后，红方马要不要踩呢？你不踩的话，我这里进炮还打得像，你炮闪开的话，我这个炮也能够安全离开，白白的打通了你的7路线。红方上马吃掉，此时黑方进炮先下去，来一个将军。红方断然是不能退势，进车白吃，选择飞象，此时再上马吃掉。这里通过几步棋巧妙的换子的话，黑方已经是车马炮3子连攻，已经兵临城下。那么红方在这里一看，你目前来说也没有杀棋，那我这里还是可以放手一搏。现在轮到我出招了，进车，这里吃马，马闪开的话，进炮打中卒，控制中路，同时这里形成侧翼还有双车联手。那现在黑方要不要顾及这个马呢？回马先打炮，然后再吃，马握中心必有大难。黑方在这里索性不管，快速出车。红方吃掉，意在窥视中路。黑方选择平炮，接下来进车砍底线，就是杀棋。当然在这里如果说红方先手打掉的话，是必然没有杀棋了。这里棋友们不妨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拆解。那么这里就要采取防守，它有2个策略。第一是士5进6挡住车，第二是炮7平8。我们在这里可以分别来看一下。首先如果说称势的话，引诱黑方进车吃势，如果吃进炮打卒，这里先手将军就把你这个车吃掉了，一旦车拔掉，削弱了黑方的进攻优势。那么在这里断然是不能吃，但是不能吃势的话，可以上马吃象啊。现在走到这里，完全黑方锁定胜局。那么现在红方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他这里如果说平炮挡车的话，那这个车可以腾挪开了，你再次回去又不太像样子，车下底线结合上马的话，车马炮前方的车马炮就可以绝杀。那这里选择放手一搏，采取进炮打卒，先手将军，黑方称势，此时双车联手准备杀棋。如果说黑方在这里稍微走得软一点的话，可以将5平4先离开。但是我们高手行棋就是有杀先看杀，快人一步往往能够锁定胜局。我们就直接为大家走出杀棋。
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思考一下，看看你能不能走出这样的招法呢？选择跳马卧槽将军，如果说帅5进1的话，马后炮绝杀。当然这里只能帅5平6，此时进车将军帅6进1，退炮绝杀无解。前面红方采取放手一搏，被黑方快速攻杀。那这里选择比较平稳的炮7平帕，这里挡住车，结局又该如何呢？首先说明黑方如果说吃炮的话，他同样故技重施，进炮打中卒，始终能够抽车。抽完之后，这个车在这里还能起到一定的防守作用。那么黑方又该如何前方车马炮，包括这个车采取巧妙做杀呢？这里当然是上马呀，接下来进车底线就是个杀棋。那现在如果说红方称势的话，这里跳马先手将军，你这里也抽不到。他比较顽强的就是平炮，既挡住车，也是在这里先白送一个，看看红方怎么杀。那当然回马先吃掉炮，这里吃炮主要目的也是为后方这个2路车腾挪让位，进车底线也是能够快速杀棋。当然这里称是吃掉，吃完之后棋友们在这里再次可以暂停手机屏幕下进行思考，目前这双车如何巧妙做杀呢？因为红方这里还有一定的反击手段，当然红方这里还是稍微晚一点，我们就直接为大家走出来进车将军。这里又涉及到非常巧妙的顿挫招法，大家一定要稍微学习一下。将军如果说退象，那这里白吃掉，选择帅5进1，此时再顿挫一招，退车将军只能退。接下来只需要轻轻巧巧的车4平3，这里就立刻有杀棋了。那么现在如果说红方进炮打掉卒，打完之后称势，那你这里是没有杀棋，黑方是一步速杀。当然在这里如果说红方采取防守的话，我这里退势可不可以呢？这步棋看起来很不错，当然我们为大家演绎一下，先前这里不进炮打卒，先手来一个将军痛快的话，也是阻挡住车，防止你进车底线将军这里来一个抽棋。我们先为大家演变一下，如果说在这里进炮打掉，因为这里不把这个变化演变出来，大家可能觉得这里稍微有点配合。那么这样走完之后，我称势，此时那么好了，如果说称势，相信这里进车底线再来顿挫，我们就直接为大家走出来将军退势，退车将称势，此时再进车将，接下来平车绝杀。你这里还没有办法，即便是陶帅依然是平车砍士锁定胜局。当然这里如果说退势的话，将来这里还有抽车的子力。好，我们再次返回到先前的这里，没有进炮打卒的变化。那这个局面之下，现在依然是黑方行棋，选择平车的话，红方选择退势。如果说你这里进车将军的话，你现在抽也抽不到啊。我退势，你这里并没有杀棋。如果说选择平车中路，那将来你这个车还是有点不保。那黑方又是采取一个巧妙的顿挫手法，退车将军只能选择称势，再次进车将军退势，平车双车砍底士锁定胜局。由此可见，红方在开局车闪开的话，使得底线失去防守，很容易遭到对方重火力打击。这也是从棋理上面来一个巧妙的分析。我们在行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后方的防守。我们再次回到昨天第5局最后的残局攻杀界面，棋友们觉得最后的杀法非常的精彩，但是这里还有稍微小小的疑惑。那么我们这里为大家做一个充分说明。现在这个棋局之下，黑方行棋选择平炮中路将军，采取一个弃炮。那这里红方能不能平车砍炮呢？
首先，如果说平车砍炮的话，黑方并不是平炮中路牵制打车，而是先进车。这里来一个吃车将军的话，无论红方是回马吃车还是退士，黑方都有手段炮4平5锁定胜局。这里打死车，红方这个车不能闪开，如果说闪开了，进车砍士，铁门拴杀旗。由此可见呢，这一步弃炮非常的高明。那么好了，我们再次回到这里，显然红方在这里是不能吃黑方这个炮的。那么当黑方平炮将军的时候，选择退士。如果说选择称士的话，这里进车砍掉车的话，对掉车之后，显然黑方依然是平炮中路结成担子炮，将来还有故技重施的杀棋手段。好，我们就看看黑方比较顽强的选择退士。这个走法大家在这里觉得很精彩，同时又非常的有疑惑。那现在黑方在这里走出的惊天妙手就是炮4平5，这里采取一个弃车。红方眼看黑方这里没有杀棋，选择吃车，因为不吃也没有道理。那么吃完之后，这个平静的局面就已经杀机四起。我们首先把昨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杀法先走出来，先进车砍士将军，黑方率5进1，此时退车，这里来一个顿挫的话，先把底士解决掉。此时炮5平4，平炮挡车，亮出，后方这个炮来一个将军，只能选择称士。接下来平车砍中士将军。那么好了，如果说率5平4，平炮重炮绝杀，率5平6依然是平炮绝杀。这里采取一个弃车的手段，引诱红方这个车离开底线，使得前方疏于防守，很容易被黑方快速拿下。好，我们返回到这里大家最为疑惑的地方。当然大家提出一个疑问，现在黑方行棋的话，黑方炮5进1的话，来一个泰山压顶，接下来进车砍士，同样是有这样绝杀。但是如果说这样走的话，红方立刻可以扭转乾坤。大家不妨往下演变一下，因为如果说你这样下一步棋进车砍士杀的话，红方可以先下手平车将一军，你现在要不要退炮呢？如果说你在这里退炮的话，结成担子炮，以为红方不敢砍你实则给你吃了，你还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但是吃之前他会这样先来一个将军，你现在怎么办？只能平将而起，现在平车砍炮，给你吃完之后你怎么办呢？你回炮打，我平车吃，吃完之后你这里是单车，同时你现在这个炮如果说退的话，我这个车平车底线还有抽你车的杀棋，所以说这样走的话断然不合适。平炮挡枪不行，我们返回来，那在这里将6进1行不行呢？你这样走的话，我这里追着你将军，你现在要不要平炮打？如果说不平炮打，将6进1的话，底线这里就有杀棋。现在将军从你底线既抽车，如果说平炮挡枪的话，这里直接给你吃掉，吃完之后依然抽着车，黑方肯定要丢子。当然这里仅此平炮打掉。那么当你打完之后，好了，红方称是吃炮，这个棋局之下红方显然能够锁定胜势，因为红方现在是车马，黑方是车炮，同时红方进多大兵，这个中兵有很大的优势。所以说棋友们昨天觉得这步棋泰山压顶看起来很不错，实则在这里还有很大的漏洞。好了，今天这一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说棋友们觉得还不错，欢迎长按点赞，评论区交流一番。有疑问的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探讨。